收钱了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是警察的又搞钱了。美好的清晨，从一杯咖啡开始啊。这位是我们的果果，这位是我们的李子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一起去探索一下内罗毕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东非最美的城市。ETC， 这跟中国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这个也是中国人修的哈。哎，对，中国人。感受一下肯尼亚的高速。那里头还有一个香港汽车。肯尼亚的基建在东非应该算是最好的了哈。目前我来看来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你看这个收费的路啊，走的人就会少很多。它这个高速路是怎么收费的？一站我们上次就是150先令，大概8块多一站和。没多远。哦，你看嘛，刚看几个站了。一站就8块钱。这也是在盖公寓啊。下面中国这儿啊，中国公司的，看到那边的高楼了吗？那就是肯尼亚的 CBD。就其实我觉得肯尼亚这边有一个好的，就是他们这边的开车啊还是比较讲礼貌的，就比起西非好太多了，也不怎么按喇叭，除了开公交车的会按一下之外啊，还有这个人。看一下这边壳牌的油价啊，汽油是192，差不多11块钱，柴油是179，9块多，真贵啊！提到肯尼亚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可以想到很多东西哈。对，动物啊，东非大草原啊，马拉松啊，那个你们应该认识吧？是吧？你看 Tekno 真厉害，传言就是去找他们最出名的人去打广告，所以说你们也可以找找我在非洲打广告呀。出息吗？Ecobank 泛非银行啊，全非洲的一个连锁的银行，总部呢就在我们的多哥。你看那儿还有一个 Bank of India 印度银行，全是银行啊，就在街上到处都是银行。那边是扎达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内罗毕 County 啊，就他们这边呢就讲 County， 就相当于我们的郡啊或者是县的一个概念。那这些车子都是他们的公交车，一般人是看不懂它的路线的，只有当地人看得懂。收钱了。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警察的又高钱了。就可以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就在内罗毕市区啊，特别多的警察，你知道吗？就中国人开车，或者是中国人坐在车上，就经常会被拦。所以说呢，就在最近这几年，尤其在疫情后，是流失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，营商环境不是说特别的好。这就 KICC 了。你像这个会展中心的话，经常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什么展会啊或者啥的，就会在这边举办啊。你像肯尼亚的经济呢，是排在全非洲的第7的经济总量。人均 GDP 的话也是有2200美元，54个国家排第7，还是很有水平的。而且它人口也不是说特别的多，5000万人左右。那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内罗毕比较现代、比较发达的一面，那现在是来到他们当地的一个市场，那这个就是其实是普通人最接近真实状态的一个情况了，跟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实区别不大。各种警察，肯尼亚的警察真的是，我是对他们有阴影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到非洲就是被他们给教育了一下。上了一下课，我想起我之前在几内亚，也是教你做人是吧？对，一岁几你一岁把心。几内亚是我见过最腐败的国家啊！就从进那个机场到我出机场，让你被拦了10几次。天哪！我们这都是老非洲啊，果果也是在非洲好多年了。10年了。然后这里面一个小小的店铺，一个月销售额5-60万人民币哈。人民币。那这条道呢，就是他们郊区的一条公路啊。环境真的是特别好啊，在非洲国家里面，我觉得内罗毕也真舒服。你像它这个海拔1800，一年四季如春，就跟昆明差不多啊。而且肯尼亚这个国家呢，也是产茶的国家，全世界出口是排名第1的，超过了斯里兰卡。咖啡也不错，咖啡也不错，尤其它这个纬度带和海拔特别适合种茶和咖啡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它这个种茶的产值啊，只能有10%左右、20%左右的一个利润是自己口袋里面的，80%的附加值都是给到欧美的公司了。这个呢就是联合国在肯尼亚的驻地啊，它这边呢是有环境署和人居署。这里就是他们的 Two River， 这个 shopping mall 呢也是一个中国公司建的啊。那家乐福、迪卡侬，然后还有 Burger King、Tekno， 这是有一个 water park 是不是？这边有什么卡丁车啊什么的，环境还是相当的好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就整个停车场啊、设计什么的，跟中国的也都是一模一式二样。刚刚李子跟我们讲，这个托摩卡呢，就是埃塞最有名的咖啡品牌啊，也是一家100年老店。那这旁边就是 Miniso， 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喷泉、西餐厅、咖啡厅，就整个的话看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像非洲，而且咱也能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啊，周末会到这边来玩。这边是快餐、披萨、Chicken Inn、Pizza Inn， 这个也是肯尼亚的一家连锁店啊。那这边又是一个 Junction Mall， 也是当地的一个商场。就在不同的区域，它基本上没隔多远就能配套一个商场。肯德基、家乐福，还有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，那个就是 Davido， 你知道吗？
就是尼日利亚最火的那个歌手这个吗？啊，大卫多。我靠，我真的你不跟我说就觉得就是个全非洲最火的一个，就 Afrobeats 的代表，他的影响力比总统还要大，是吗？屌啊！你看，在非洲，运动员也好，艺人也好，对，其实他比政界的更有影响力。之前那个好像是谁比赛，那个内战都停了嘛？谁踢比赛？踢科特迪瓦。哎，对，科特迪瓦的那足球球星德罗巴，对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就是来到了中国人活动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，Kilimani 旺铺出租，黄金旺铺招商。这是 casino，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喜茶大排档，川渝饭店。那边还有那个，还有茶颜悦色。对，茶颜悦色，茶颜悦色，牛逼得很。那喜茶，你看这装修的，一看就是银河 KTV， 晨光文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肯尼亚的中华街，各种餐饮啊等等的。那对面的那个东土酒店呢，也是中国人的，后面的公寓也是中国人的，好多地方都是在盖这个房子，高楼是越来越多了啊，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吧。那上面写的那个一套公寓680万先令，大概是30多万人民币左右吧。在7年前啊，我有个朋友在内罗毕买了房，当时的房价呢大概就是$10001平方。现在这个价格还是这么多，其原因呢，其实就是因为做的人多了啊，价格会压得比较低，不像其他国家。其他国家的话，因为可能做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它的价格呢都是属于一个上升的趋势。但在内罗毕的话，它几乎没什么涨。你比如说租一套公寓的话，2室的大概可能就是$800左右。然后对面那栋建筑呢，就是新华社的啊，大家看规模也不小。新华社在非洲的总社呢就在肯尼亚的内罗毕。就说到这个新华社啊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件啊。大概在2010几年的时候，是 CGTN 那就是 CCTV 的海外频道。当时呢，肯尼亚的警察什么的，移民局就疯狂的抓中国人吧。就在出示了合法的证件之后，还是被警察带去警察局了，带了好几个人。包括现在啊，肯尼亚的那个居留卡的都特别严啊，办一个2年的居留卡，就是工作签吧，得要5万多人民币，所以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，来这边创业。那个是什么 bank 啊 ？Premier Bank 啊？Premier 就有点像帆船酒店的感觉。对，有点像帆船酒店。大家如果说来内罗毕丫附近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这边有很多骑摩托车抢手机的，尤其是在中国什么中华街、唐人街，不要掏手机，很容易被抢。街头行为艺术表演的，这个应该怎么说呢？叫杂技吧。你看这个公寓感觉也挺不错的，叫 Brookside，$8万起。那儿有个 Park Inn，Radisson 的，这也是酒店，这 BMW 的专卖店。既然说到这个酒店啊，因为旅游的话是肯尼亚的一个支柱产业，也是它的一个3大创汇的一个行业。你包括在肯尼亚做旅行社的中国公司有100多家。你看在这边送外卖的有的也是骑自行车。就家人们，你们刚看了我在孟加拉的视频，再看这个肯尼亚，你感觉是不是肯尼亚比那个孟加拉还要强，是吧？这不就到了 Parklands 吗？对啊。Parklands 呢，就是印度人比较早期聚集的地方啊。你看，其实他们这边取名字取的也很随意，什么 Parklands、Eastlands， 什么 Brookside、Riverside， 很随意啊，不像我们取地方取的还挺讲究的。那咱们现在到了这个 Westgate 啊，之前这个地方呢是发生过一次恐怖袭击啊。你要不要进去？不用进去，不用进去。拍那个门。环境是真不错啊，是吧，兄弟们？肯尼亚真的是可以颠覆你对非洲的那种气候的印象的。这儿还有个 Cinemax， 你看看这个墙壁上全是绿植。这也是个墓。这也是个墓，这也是中国人在建。GTC 是什么？这就是中航国际学的整个现在东非最高的楼。这是东非最高楼，应该是有30多层吧，还是30多哈？你看这边全是的 GTC Residence， 这边是住宅，那边是办公楼，东非最高楼。之前东非最高楼是在埃塞俄比亚，也是中国人建的。旁边这个就是凯宾斯基。凯宾斯基。这酒店国总去过吗？我没去过。这个就是内罗毕的肯尼亚的国家博物馆，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动物标本。看一下肯尼亚人啊，就这种比较考验耐力的运动，他们都很擅长。兄弟，你超载喽！这个是印度神庙啊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印度人在这边的一个影响力啊。就印度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，他们到了非洲国家之后，真的是生根扎根。因为印度那地方还不如非洲呢，所以他们呢是愿意几代的去在这个地方去发展。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，可能就做不到。就这一块 Parklands， 印度人是特别多的，而且他们这个呢，其实也不叫印度人呢，叫印度裔的肯尼亚人。你看这个印度神庙也是他们建的，文化输出啊，你看建的配套的。Ashok Leyland、Tata 全是印度的品牌，所以其实印度人在东非肯尼亚这边的势力是比中国人还要大的。这个也是一个印度的车子的品牌。
早在几年前，大概应该是在15年、17年左右，那个时候肯尼亚的中国人巅峰的时候应该是有10来万的，那现在的话应该还有多少？3万多4万。3万多。所以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中国人在当地的一个人数，可以判断啊，就是那个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情况。像目前来说啊，就是肯尼亚的很多的一些华人啊、中国人啊，就跑到了周边国家，像坦桑呀或者乌干达啊，因为相对来说那边的政策会更好，或者说更温和一些。像一般中国人考量的就是一个签证、工作证的费用、门槛、税务，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。这个拿来的有点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的样子。你看，这么大个香蕉，都是奥德彪辛辛苦苦从山上拉下来的。这个是定制车牌哈。对，定制车牌嘛，都可以卖。咱们看到这个广告牌前方的呢，就是他们的总统啊 ，William Ruto， 之前呢是副总统啊。你看这旁边停的全是这种拖车，因为这边的车祸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。看一下这长安汽车的广告，这边全是虚工的设备。这个方向过去的话就是工业区了，它这个工业区呢主要是卖一些建材啊、配件啊什么的。小钟之前就是经常走这边，然后第一次被警察给敲诈也是在这边，搞了我200美金，人生的第一次。非洲的亲切问候。左边这个就是警察。其实大家不要看到这些东西，一年的流水不少钱，看着不起眼。这里面都是卖那个什么 Team Sales， 好像是卖木材的 ，Sanding Board 什么天花板啊、油漆啊等等的，70-80%吧都是印度人。比我还了解。那个达利斯萨拉姆路，你看，像在工业区这边的路呢，它那个路名都是以非洲各大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。这是一个中国人开的，卖配件的。不要看着小小的一家店，很不得了的，兄弟们。就在非洲这边啊，就大部分的一些国家，他们星期天都是关门的。穆斯林国家的话，可能是周5关门，就不干活，真不干活。赚钱重要，生活也很重要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点还是挺不错的。肯尼亚人啊，就特别喜欢刷油漆，刷那种颜色比较鲜艳的油漆。所以说有一个刷墙广告艺术啊，就很多公司啊，你比如说像什么卖油漆的，卖各种的，还有甚至于就是那个传音，他们就是真的是刷墙啊，哪儿都刷。你看，这就是小钟提到的刷墙战术。Airtel 呢，也是一家印度的通信公司啊，在非洲国家呢，也是不少国家都有业务的。那 Jumia 电商啊，就之前有很多朋友问过小钟说，在非洲推广这个电动汽车怎么样？我觉得时间还是太早了。现在这个二手汽车，不然你去哪儿呢？只有非洲啊。所以你说电动车怎么过来卖呢？没法卖，充电桩也是个问题，配套也是个问题，而且大家对这种新事物的接受度啊，非洲人还是比较慢一点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正前方有一个肯尼亚萨人组啊，他们是属于街头行为艺术家。